看书的老爷爷。Hello， 大家周末快乐！这周呢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前段时间多伦多封城令结束了之后，我去逛的一些地方。不管你是住在多伦多市，或者是你不住在加拿大，都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，可以看一下多伦多有一些什么好玩的地方，值得去玩的。就是我去了市区还有郊外的一些我平时喜欢去的地方吧。这次就录了一些视频。然后呢，多伦多从明天开始又要开始封城啦，所以真的就是这个视频可以作为一个回忆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直接从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开始，希望你们能够 enjoy 这个视频，也别忘记给我点一个赞，然后没有订阅的也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觉得我住的地方都还是挺方便的，旁边有很多好吃好玩的。哇，这个风格好漂亮啊！这家咖啡厅我就觉得特别有特色，它里面的装修风格都让我想起了《老友记》里面的那个咖啡厅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进来逛了一下，然后呢买了一杯咖啡。这座在咖啡厅旁边的雕像很神奇，因为你从侧面看它是一个完整的头，你走到正面看它又只有了一半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。今天就专门走过来看一看。现在才开的，真的很久没有来过这家店了，就在我家附近，是 Kitchen Stuff。这里面的家居和厨房用品都很实用。So you actually have to put it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, not against the wall. Otherwise, but the chair though is so nice. 总算是有个放菜刀的地方了。我超喜欢这个 design 的，因为它有这个叫这个板子，塑料透明板在这外面，然后看起来就很时尚，而且好用。你看它就是把刀这样插在里面去吸住它就好了。这样，这边放的是小刀，水果刀，然后这边就是放的从大到小的菜刀。今天早上出来。现在先买一杯咖啡，然后等一下就出去逛，然后吃个午饭。这里是在 downtown 的 Roma， 我感觉氛围很好，在这儿坐会儿，阳光正好。今天是个周末，就想出去到稍微靠北一点的 Young Bloor 上面逛一逛。第一个先去的地方是 Indigo， 在以前我经常来这家店学习或者看书什么的。这家店也是最近才让人进来逛街。这家店的小物件都特别有设计感，就是价格贵了些。好香，我好喜欢它这个玻璃罐子，香薰。有粉红色的，哇，还有这种颜色的。这应该是 Indigo 推出来的新的产品线，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看他们卖床上用品。我好喜欢这瓶香薰，但是它的单价就40块钱加税。这里还有好多这种绘画的用具，好可爱啊！这个，但是对于我来讲好像有点小，稍微这个应该是可以拿出去用的那种。是博尔和样，这里是贝。从这里进去就是 Yorkville 了，应该很多朋友来过这里吧？里面有很多的小店啊、咖啡之类的。
杨根布洛尔这一块的公寓应该是市区里面价格最高的。我以前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么贵，今天来到这里了之后，我突然一下就恍然大悟了。确实这个地方很方便，又接近商区，旁边有很多有特色的小店，吃的跟玩的都有。这里有一条小街，感觉还挺不错的，里面都是餐厅啊什么的。这个区域的街道整洁，治安好，衣食住行都很方便，所以为什么这里的房价会这么贵呢？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这里，哇，好神奇！这条街好像。是一个画廊，小的画廊卖画的地方。逛了一圈，实在太饿了，就赶紧回家了。然后在 Uber 上面还录了一些市区里面的片段。欢迎跟我一起来到 Pickering Beach， 这是我夏天最喜欢来的一个沙滩之一，因为它有一个小镇，这里的人比较少，而且水很清，所以到夏天呢，可以在小镇逛一逛，也可以在湖里面游一下泳，也可以坐在这里看看书什么的。坐在这里看书的老爷爷，还有这边的浪花，加上一只枯了的树。真的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。现在有点太冷了，外面风好大，然后一吹我的耳朵就特别的疼。现在就往那个小镇里面走。我以前来这里的时候呢，这边有一家星巴克，然后有一些咖啡，然后还有一家叫Art Cafe， 它是里面有卖画呀什么的，我觉得氛围特别的好。不知道它这会儿开着没有，我现在去看看，如果开的话就把它录下来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夏天呢，真的特别推荐大家来这里玩，巨舒服，就坐在这里放松一下，或者是可以在湖里面游泳，然后也可以在小镇里面转悠一下，吃点东西，然后喝杯咖啡。离多伦多市区也不远的，就可能开车半个小时吧。嗨。最后一个地方呢，也是在市区里面。今天天气特别的好，所以就想出来骑骑自行车锻炼一下，然后骑到湖边去看一看。
这好像是一个军事基地吧，还是博物馆什么的。然后这条街真的一个人都没有，就我一个人在这儿骑车，特别的舒服。这个地方是专门养那个警察骑的那种马的，特别臭，但是有的时候天气好，会把马给放出来，然后放在这旁边拴着，让它们晒太阳。我在多伦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里，lunch break 的时候我就会走到这里，坐在这个椅子上面休息。这栋房子好像也是有一段历史的，但我不太清楚具体是什么了。这栋房子这里就是我以前办公的办公室，它这个公司呢是举办婚礼的一个公司，也有自己的餐厅。在这里举办婚礼也非常漂亮，因为到夏天会有很多的柳树，还有樱花，正是樱花绽放的时候，再加上后面比较古老的建筑，拍出来的婚纱照就很独特，很有欧式风格。接着骑车从湖边一路再骑到 Liberty Village， 也是我一个非常喜欢去的地方。我觉得 Liberty Village 这边就是年轻人居住的比较多，很年轻化的一个新的社区吧。这里以前是一个工业区，是一个废旧的工厂。这里拍照应该很好看。我准备在这一家 Balzacs 的咖啡店坐着喝一会儿咖啡，然后你看这边好多人在外面喝啤酒，户外。Balzacs 的咖啡真的好喝，而且里面的装修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夏天在这附近喝咖啡，非常的惬意。哇，今天太阳太舒服了，然后也没有人，主要大家都在上班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这就是这个视频最后去的地方啦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在解封之后去看一看。那这周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